医生说我还有30天命的时候，我居然松了口气。肺癌晚期扩散到肝，手术已经没意义了。确诊当天，女朋友说出去接个电话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同事群里说看见她在富二代游艇上，我成了全公司的笑柄。平静地走出医院，爬到写字楼天台边缘，挺好，没啥后顾之忧了。我抬起腿，准备跨过那道矮墙。丁，检测到符合条件的将死个体，绑定成功。什么情况？请于生命倒计时结束前合法花光100亿资金，任务失败，灵魂抹除，资金已到账，祝您花钱愉快。100亿！我盯着屏幕上一串数不清的零，我看过不少小说，知道这是绝症患者的金手指，临死前的福利。我果断从楼顶下来，开始享受离谱的有钱人生。我冲进本市最贵的商场，导购小姐看我穿着9块9的汗衫，本想感人，直到她看到我手机里的天文数字，她的笑容从职业假笑瞬间变成了见到亲爹的虔诚。最贵的？什么最贵？西装还是手表？如果您追求极致，这款陀飞轮腕表全球限量8只，售价2300万。买！还有这套手工定制西装，由意大利大师。买！这双鳄鱼皮鞋，买！我从1楼直接刷到顶楼，销售小姐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全围了上来。我指着货架，这个不要，其他的全包了。3小时后，我拎着几10个奢侈品大牌袋子站在商场门口，看着手机银行发来的消费短信，余额还有98亿1100万，钱没问题。我腿脚发软，按这速度，我得每天花3亿3000万才能按时完成任务。而我刚才已经掏空了这家商场最贵的现货。1个小时后，我人模狗样的走进全市最贵的售楼处，指着沙盘开口：这栋我全要了。销售小姐的微笑僵在脸上。先生，您是说这一整栋？对，就这栋，38层，每层4户，一共……我比划着，我数学不好，反正全要了。今天能签合同吗？销售小姐颤巍巍的去请经理，经理来了，瞅了我一眼，又瞅瞅我身上那件包邮 T 恤，笑容很职业。先生，这栋楼总价大概在12亿左右，您确定？我直接亮出银行余额，经理盯着屏幕看了3秒，脸色从怀疑变惨白，再从惨白变潮红。签，现在就签。小王，给季先生泡茶，泡最贵的，别拿茶叶罐来，让季先生自己挑。签完合同，账户少了12亿。晚上我美滋滋的躺在5星级酒店大床上，系统突然弹窗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购入固定资产增值行为，警告，请勿通过资产增值变相完成任务。温馨提示，今日消费增值部分不计入已花费额度，请提高花钱效率。我猛地坐起来。什么？买房子和奢侈品算资产转移增值，禁止购买任何可快速变现的资产，比如房产、珠宝、古董等。我咬牙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到底能买什么？建议消耗品、服务、注定失败的投资等。我瘫在酒店沙发上，看着账户里剩下的99亿，觉得人生前所未有的绝望。这时手机突然震动，是公司同事群。今晚团建，人均300，谁都不能请假啊。下面跟着一串收到，手指一僵，我都亿万富翁了，还打什么工？刚想退群，有人发了张照片，照片背景是高档派对，香槟美人，画面里林月月正依偎在男人怀里，像朵娇花。发照片的是销售部的张科，公司有名的碎嘴子。猜猜我今晚在海天盛宴看到谁了？咱们公司前台林月月傍上沈氏集团2公子了，这阶级跨越，牛逼啊！下面瞬间刷屏几10条消息。真的假的？林月月她不是有男朋友吗？就技术部那个季浪。早分了吧，季浪哪比得上沈公子？哇操，沈少那可是真富二代。也是，季浪要钱没钱，要背景没背景，林月月跟了他才叫亏。兄弟节哀呀！楼上你缺不缺德？季浪是不是被绿了还不知道？没准早分了。分没分？问问本人呗，出来说说什么感受？群里艾特我的消息一条接一条，全是嘲笑和幸灾乐祸。好哥们张铁私聊我，浪哥别理他们，张科就那德行。听着他们骂，我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我点开群聊，把11位数的银行余额截图发了过去。对不起，我摊牌了，其实我是亿万富豪。群里炸了，后面跟着几个同事哈哈哈的表情包刷屏。季浪你疯了吧？年度最佳笑话。好哥们张铁第一个私聊我，浪哥中彩票了，给我转点，就60万。叫爸爸，爸爸，我直接转了100万。5分钟后，张铁把转账截图发到群里。我宣布，季浪是我亲爹。张铁连发10几条激动的语音，铺满了屏幕，群里彻底炸锅了。紧接着满屏都是爸爸爷爷，毫无下限的认亲。我微笑着无视他们，心满意足的退出群聊，吸取了昨天的教训，我决定干票大的。我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，叫必然亏损有限责任公司。我在网上发布了投资意向，专投绝不可能成功的项目。第一个找上门的是个中年大叔，拿着厚厚的计划书。季总，您看，这是研发狗语翻译器的，让人类和宠物沟通，这项目绝对改变世界。投了。我打断他，你要多少？他小心翼翼地伸出5根手指。500万。他声音颤抖。50万。我给你3000万。我说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必须全部花光，1分钱不许剩。大叔腿一软，直接跪地上了。第二个来的是个穿道袍的大爷，背着一把桃木剑。季总，领导是龙虎山传人，专攻符咒，用纳米技术画符，能治失眠、脱发、拖延症。投。我打断他，你要多少？800万。给你3000万。我在支票本上写字，但这符得改版，我要贴手机上就能自动还花呗的，贴冰箱上零食自动补货的，贴老板照片上他就能给我涨。
涨工资的。鲍氏懵了，这涉及因果了。加钱是吧？我秒懂，又写了一张，给你5000万，能做吗？道士扑通跪下，祖师爷在上，弟子今天遇到真财神爷了。第三个是个戴眼镜的理工男，抱着个鱼缸，里面游着几条金鱼。季总，这是我的项目，愚公智能，通过训练金鱼玩游戏，证明鱼类有高等智慧。我拍拍他肩膀，我就需要你们这种有理想、够离谱、注定失败的项目。对了，预算多少？1000万，给你5000万，我签字。但得升级，别训金鱼了，训鲨鱼吧。我要看到鲨鱼玩王者荣耀、上王者拍纪录片，全网直播。理工男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神经病，但我喜欢这种眼神。那天我一共见了23个创业者，从区块链养蚯蚓到火星种土豆，我一个没落，全部超额投资，支票开出去8个亿，系统进度条终于动了。我瘫在5星酒店的真皮沙发上，第一次觉得花钱真是个体力活。很快我意识到单打独斗不行，我需要一个团队，一个能帮我合法烧掉100亿的团队。我在猎头网站发布了招聘信息，极聘首席挥霍官、败家策略师、合规烧钱顾问，薪资面议要求必须有10次以上创业失败经历，亏损金额超过500万，有丰富的破产经验，心理承受能力强，能接受老板偶尔精神崩溃。结果简历投来了3000份，我们精挑细选了12位失败学大师。面试当天人才五花八门，会议室里坐满了大仙。第一个是大红唇大妈，我最会花钱了，上个月在澳门输了800万。我们需要合法途径。第二个是个搞传销的，老板，我有个项目，投资1万，回报1000万，只要您给我10个亿启动资金。保安，把他请出去。就在我绝望时，看到了3个极品人才。第一个戴金丝眼镜，陆行舟，税务律师，擅长处理高净值资产，帮客户合理的减少财富。第二个程序员很自信，我叫周哲，有个特长，投什么项目就黄，朋友都叫我创业明灯。最后一个女人笑眯眯的，黄墨前4大会计师事务所经理，最擅长把复杂的账做消失。我喜滋滋地握住他们的手，这才是我要的人才。会议室里，我看着这群精英开门见山，我需要一个方案，20天内合法花光98亿。全场死一样寂静。陆行舟推了推眼镜，季老板，您是说想处置98亿资产？不是花掉，像倒水一样倒掉，不要回报，不要资产，最好连个水花都别剩。精英们大受震撼。财务顾问王总监表情怪异，林先生，能问问为什么吗？个人爱好。他们面面相觑，彻底无语。很快，陆律师摆出厚厚的计划书，他站在白板前激情洋溢。老板，我们从海量烂项目中筛选出最离谱的，我们要的不是普通亏损，是史诗级的，能写进教材的反面案例。这是第1份亏损计划书。专员拿出项目表，我联系上了一个民间科学家，他声称地球是平的，要造一艘特制潜艇，从南极边缘垂直下潜，如果穿过冰层出现在北极，就能证伪他的理论。但他觉得不可能，因为地球就是平的。地球是平的？我大受震撼。他要多少钱？8个亿，说要造史上最强潜艇，抵抗边缘地带的异常引力。会议室安静了，王顾问有些犹豫。季总，这会不会太荒谬了？8个亿是不是太多了？屁！我一拍桌子，斩钉截铁，我就喜欢这种没逻辑的梦想。王顾问指着大屏幕，沙漠渔业综合体，在沙漠中心承包10万亩沙地，引入海水养殖技术，养金枪鱼和三文鱼。我挠挠头，在沙漠里养海鱼，这靠谱吗？绝对不靠谱，运输成本是产值的100倍，老板绝对稳亏。批准，预算多少？前期投入3个亿。好，马上打款。黄会计举手示意。税务有问题，这种不合逻辑的投资会被认定为异常交易，税务局会来查。如果被定性为恶意避税，您可能面临行政处罚，甚至刑事责任。系统在我脑子里冷笑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试图钻漏洞，警告一次，请确保所有支出具备合理商业目的。合理商业目的。周顾问灵机一动，我们可以包装成探索极端环境的粮食方案，贴上科技创新的标签。陆律师和黄会计对视一眼，我们需要更专业的包装。于是我们又雇了公关团队、科技顾问团、慈善基金架构师，团队从3人膨胀到30人，每月工资就1500万。我兴奋点头，对，这才是正确的烧钱方式，养更多的人才。会议开了3小时，批出去37个项目，总预算28亿，每个项目存活期不超过2个月。周顾问总结时，眼神又兴奋又惶恐。季总，按这速度，下周就能把钱全花光。很好，但记住，项目一旦意外盈利，必须立即停止，转向亏损运营。陆行舟叹了口气，我这辈子没起草过这么离谱的条款。你律师费加倍。陆律师的脸瞬间变了，您就是我亲爹，我现在就去写。钱像洪水一样往外流，系统进度条缓慢爬升，但麻烦也跟着来了。第2天我上了热搜，神秘富豪砸100亿投奇葩项目，成了热门话题。网友给我起名散财童子，我宣布，散财童子是我素未谋面的亲爹。童子看看我有个项目在珠峰顶开火锅店，绝对亏钱。楼上格局小了，我计划在深海建度假村，预算50亿，童子投吗？我的私信炸了，求投资的，求包养的，甚至还有大师说能帮我打通阴阳2界。王顾问拿着平板跑过来，季总，咱们出名了，每天收到5000多份计划书，全是天马行空的亏钱玩意儿。筛选，专挑最离谱的。我眼睛放光，预算都要小目标起步。这个怎么样？全球蚊子灭绝计划，通过绝育让蚊子断子绝孙，预算80亿。太有公益性了，万一被联合国支持就糟了。否决。
那这个为地球安装空调，在赤道盛康发反光镜，预算300i。这项目太伟大，我要的是纯粹的愚蠢。最终我们选了2个：瑜伽修炼提升计算机算力研究，预算5亿；通过冥想提高信号强度研究，预算1亿。钱像水一样流走，但我还是焦虑。团队告诉我，这些项目虽然荒谬，但在法律上都包装成了科技创新。万一哪个奇葩原因产生了社会价值，那就再追加投资。我拍桌子，直到把它搞黄为止。陆律师叹了口气：“季总，您知道您现在的行为叫什么吗？”我眯起眼睛看他。陆律师，你在质疑我的精神状态？他推了推眼镜。我拿您50万月薪，职业操守要求我不能评价雇主的精神状态。话音刚落，前台打来电话：“季总，有个自称和您相依为命的女友想见您。”说找了你1个月了。噗！一口咖啡直接喷陆律师脸上，顺手帮他擦干金丝眼镜，让他上会议室来。对了，叫2保安守门，摄像头全开，灯光19位。5分钟后，会议室大门推开，摄影团队长枪短炮直接对脸，灯光狂闪。前女友林月月站在门口，明显精心打扮过，穿着黄裙子，妆容精致，拎着名牌包，扭着腰走过来，看到我瞬间眼眶通红。季浪，紧接着瞅见一屋子拍摄团队，当场僵住，但1秒变脸，快步冲到我面前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知道我这1个月怎么过的吗？天天去你出租屋楼下蹲点，疯狂打电话发微信，你理都不理。说完直接往我身上扑，我战术后仰，轻松闪开。林小姐，找我什么事儿？眼泪吧嗒往下掉。你叫我林小姐，不然叫什么？听说攀上沈公子高枝了，恭喜啊！季浪，你别这样，我真知道错了，当初不该拉黑你，但我都是有苦衷的。旁边陆律师战术咳嗽。季总，我们先撤。我直接摆手，你们继续讨论方案，让他接着演，不碍事儿。林月月脸色刷白，死死咬住嘴唇，仿佛下了血本。好，既然你让我说，我就全盘托出。狠狠吸了口气。当初甩了你，是因为我妈查出癌症晚期，急需50万手术费，砸锅卖铁也凑不够。沈浩说能帮忙，条件是陪他3个月。眼泪狂飙。季浪，我是为了救亲妈，你以为我乐意吗？天天晚上想你想的睡不着。整个会议室就剩他在那装可怜抽泣。我晾了他一会儿。你妈现在咋样啊？他两眼放光。手术贼成功，恢复特好。季浪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。哦，那你妈病好了怎么不来找我？怎么继续贴着沈浩？怎么今天看到我有钱上新闻了，才跑来认错？表情瞬间石化，嘴唇疯狂哆嗦。我怕你嫌弃我，觉得自己配不上你。那现在怎么又配得上了？是因为我有100亿吗？不是，季浪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是真的爱你。我摸出手机，翻出群里的朋友圈截图，上个月发的。和沈少在马尔代夫晒太阳，这是你妈住院第2天。上周发的。喜提新游艇，这是你妈住院第3天。有些人注定是过客，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撂下手机，死死盯着他，这下脸色惨白，真被吓哭了。季浪，你听我解释。闭嘴！保安！门被推开，2制服保安大步冲进，这下彻底慌了。季浪，你干嘛？咱们1年的感情你就这么狠心？这女的不是咱公司的，扔出去！季浪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一边尖叫，一边被保安死死架住往外拖。我还爱你，真爱你。我冷笑，你爱的是20天前等死的穷光蛋，还是今天身价100亿的我？根本接不上话，只能疯狂挣扎大哭，被拖到门口死死扒住门框，满眼绝望怨恨。季浪，你绝对会后悔，你这种冷血动物根本不配拿100亿。大门无情关上，走廊里的撒泼声越来越远，彻底安静。陆律师合上文件，叹了口气，我一屁股瘫回椅子，黄会计疯狂敲键盘。季总，税务局的人马上到。没过一会儿，保安就领着税务局的人杀上楼，2制服大叔板着脸往总裁办公室一坐。季先生，你的账户近期流水夸张的离谱，20天狂砸30多亿，按规矩得查查你的钱打哪儿来。搞投资的。投什么？沙漠里养鱼。俩税务官表情当场裂开。还有永动机研发中心，马上就能掀翻。能量守恒定律，顺便搞搞时光旅行。重金聘请了3位科幻小说家当首席科学家。实在编不下去了，因为对面税务官已经快憋不住笑了。另一个狂揉眉心。季先生，你这破项目有计划书和收益模型吗？没有，我们主打一个为梦想窒息。2人面面相觑，彻底无语。钱是风投砸的，境外神秘大佬就看中了我清奇的脑回路。哪来的资本？签了保密协议，不能说。协议拿出来瞅瞅。商业机密。场面直接尬住，税务官最后起身放话：以后死盯你的流水，交易必须合法，按时交税。我疯狂点头，我最爱交税，必须交满。人一走，我彻底瘫在椅子上。陆律师从隔壁钻出来，暂时糊弄过去了，但你这花钱速度已经被多方大佬盯上了。盯着账户里剩下的69亿，简直像69亿颗定时炸弹。没多久，沙漠养鱼的项目就杀上了财经头条，标题贼猛：神秘富豪狂砸10亿去沙漠养鱼，评论区直接炸锅。有钱人的世界看不懂，这破玩意儿能回本，我倒立吃键盘。别急着立 flag。万一成了呢？看到这，我魂都吓飞了，连夜打电话给顾问，绝对不能成，赶紧去找最烂、最费钱的技术。放心，我找的纯正网络民科，理论是用沙漠的热情养寒带鱼，这有人信？咱给的多啊，年薪500万，谁会跟钱过不去？听着还挺有道理。项目烧钱飞快，我却快急疯了，疯狂抓头发，在大客厅来回暴走，账上还剩42亿，团队直接扩到100号人，霸占了市中心最贵的3层写字楼，每个月光发工资、交水电、吃下午茶就得硬烧3000万，但完全不够，差着10万8千里。我开始疯狂掉头发，整夜失眠，看着镜子里眼窝深陷、嘴角起泡的自己，简直像个笑话。钱是花不完了，整整100亿，可我比谁都焦虑。我穷得只剩钱，还要跟死神赛跑。随着名声彻底传开，公司的报名网站直接被挤瘫痪，短短24小时狂收10几万份申
申请。看完这10几万份申请，到底是啥体验？答案是你会严重怀疑人类物种的智商下限。黄会计把这些奇葩申请分成了2大类，第一类纯属跑来搞笑的，我想给长城贴瓷砖，这样外星人来了会觉得咱们贼有钱。我要发明自动洗头机，这样秃子就不用自己洗头了。申请8亿资金，找我去年丢的蓝牙耳机，它肯定在某个角落等我。第二类看着像那么回事，但依然离谱到家，打造全球地下真空管道交通，从燕京到纽市只要2小时，人工培育恐龙，直接1比1还原侏罗纪公园，给珠穆朗玛峰装电梯，换了个新团队，拍着胸脯保证方案绝对靠谱。但很快，最让我头皮发麻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之前投的那些必赔项目，竟然有几个开始起死回生。那个狗语翻译器居然真被那疯子凑出了原型机，虽说只能勉强翻译出饿了、困了、想出去玩这3个词，但竟然真有宠物公司砸2个亿想买断专利，我死揪住周折的衣领狂摇。你不是创业明灯吗？你不是投杀黄傻吗？老板，我也没想到现在的市场包容度这么高啊！警告：检测到宿主投资出现正向回报，请死磕无效支出。我彻底瘫死在椅子上。2天后，更让人抓狂的事情来了。那个非要证明地球是平的民间大神老赵，他的破蒸汽船在百慕大三角附近直接抛锚。等救援的时候，船员闲得发慌，直接下海捞鱼，结果硬是捞上来一坨见都没见过的半透明发光生物。船上刚好有个我花重金请来的首席荒诞学家，这哥们儿闲得无聊，直接把那坨未知生物塞进样本箱。回国一落地，样本就被海关扣下，移交给了海洋研究所。电话里老赵激动的声音都在抖。老板，那个发光生物分泌的粘液里提取出了一种酶，能在实验室里直接分解癌细胞。初步论文已经发顶刊了，现在5家跨国药企疯狂竞价，专利估值10亿美金起步。我眼前一黑，直接从刚买的纯金马桶上滑了下来，提上裤子疯狂咆哮：“给我死拦住，绝不能让专利变现，直接买断，然后原地销毁，听懂没？”厕所门外，陆行舟悠悠补刀：“老板，这恐怕涉及破坏重大科研成果，进去蹲的时间比洗钱还长。”我感觉自己彻底玩完了。系统提示音偏偏这时候响了，检测到宿主情绪崩溃，建议开启毁灭性创造方案。这又是啥玩意儿？砸暴汗的钱搞建设，然后再一把全毁了。比如买个小镇改造成游乐园，接着亲手推平。我当场愣住，不得不说系统这脑回路绝了。我果断盘下了一座偏远山区的小镇，叫安宁镇，常住人口连300都不到。刚过完年，年轻人全出去打工了，镇上全是留守老人和小孩，收购价便宜的离谱，只要8000万。紧接着我狂砸10个亿，非要把这儿爆改成童话主题度假村，连夜请来最顶级的施工队和设计师，砖头全用最贵的。镇上的老人全部接到县城星级酒店住着，费用我全包。孩子们一听家乡要变童话世界，简直乐疯了。镇长死攥着我的手，老泪纵横。季先生，您简直是咱们全镇的活菩萨。我却根本笑不出来，因为我很清楚，等这度假村一盖好，我就得亲手把它养了。施工这段时间，天天看着工地热火朝天，心里跟压了座大山一样。某天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7、8岁小女孩突然跑来找我：“季叔叔，奶奶说等这儿变漂亮了，爸妈就能回来上班，以后过完年再也不用去外地了，这是真的吗？”盯着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，我喉咙像是被什么堵死了。真的。小女孩欢天喜地地跑远了，我愣在原地，心里翻江倒海，五味杂陈。系统再次警告：宿主情绪波动异常，任务永远第1位。给我闭嘴！任务一旦失败，宿主将被立刻抹杀。我让你闭嘴！这下系统彻底消停了。那天半夜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倒计时清零，我的身体化成光点，一点点溃散，我好像真的被抹杀了。那个小女孩哭着跑过来想拽住我，手却直接穿透了我的身体。季叔叔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猛地惊醒，枕头已经湿透了一大片。大清早，我像丢了魂一样走进公司，刚到门口就撞上个女孩，她怀里的文件夹瞬间洒了一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赶紧蹲下帮着捡，低头一看，全是医院的单据、诊断书、费用单，还有刺眼的催款通知。最上面那张写得清清楚楚：林小雨，8岁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后续治疗费少说的150万。女孩叫林花，看着年纪不大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破毛衣，眼睛肿得像桃子。没事儿，怪我自己没看路。她蹲在地上，一张一张去捡那些单子，仿佛每一张都重若千钧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：150万对她而言就是亲弟弟的一条命。我能帮你吗？她抬起头，死死盯着我，眼里没有半点光，全是绝望和疲惫。先生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不收任何人的施舍。绝对不是施舍，是投资。没错，我投资你的未来。等你弟弟病好了，你直接来给我打工，1年不打10年工。您连我是干啥的都不知道？干啥都行，哪怕扫厕所也行，月薪直接开100万。他当场傻眼，旁边路过的打工人也全傻了，纷纷像看神经病一样盯着我。我知道自己这会儿看起来简直像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但我真的得把这笔钱花出去。我绝对是认真的，我现在就给你预支工资，150万够吗？不够直接给300万。林花死死盯着我，看了足足1分钟。先生，您是不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？听到这话，我鼻子猛地一酸，眼泪差点没绷住，当场飙出来。这一整个月，所有人都在盘问我为啥暴富，钱怎么来的，能不能分他们一杯羹。只有这个绝望的女孩问我是不是遇到了难事。
极度难的事，难道连钱都搞不定？最终林花还是转身走了。我傻站在原地，突然幡然醒悟，这是我20多天来第一次不想为了任务去花钱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想去拉别人一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直接让黄会计全网搜刮，筛选出所有因病返贫、看不起病的普通人名单，没有任何废话审核，只要病历是真的，费用账单对得上，我疯狂替一个个破碎的家庭结清天价医药费，顺手再砸一笔安家费，巨款一笔接一笔疯狂砸出去。系统的进度条终于开始缓慢且死死的往上跳，95亿、97亿，进度条彻底被拉爆，100亿全满。数据每跳一次，邮箱里就多出一封沉甸甸的感谢信。季先生，我女儿的白血病终于有救了，老爷子的手术费全到位了，您简直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。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词，全是人在绝境里劫后余生的死磕式感激。盯着屏幕上那一行行字，眼泪直接失控狂飙。季浪救助基金正式挂牌成立，初始资金狂砸30亿，把那个神仙专利抵押换来的钱一把全梭哈了，直接霸气包下3家大医院，给所有重病患儿免掉一切治疗费。消息一放出去，全网媒体直接炸穿，活体散财童子曝光，狂砸几10亿做纯自筛，究竟是作秀还是真活菩萨？深度扒皮神秘富豪季浪，连我的生活照都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，睡过的破出租屋，待过的芝麻绿豆小公司，甚至天天炫的沙县小吃全曝光了。季浪，他以前抠得要死，午饭全靠自带剩菜。网友评论直接吵翻了天。管他是不是炒作，钱真金白银砸出去了，孩子命保住了，我就认他是活雷锋。哼，一夜暴富，钱来路干净吗？坐等税务局查水表。就我一个人好奇，这100亿身家咋来的吗？顶级富二代中了彩票还是怎么着？我面无表情地擦掉新闻网页，团队3大主力默默走到我身旁。老板，钱全败光了，您到底还在怕什么？我一言不发，死死盯着窗外不断下沉的夕阳，因为还有最后一个要命的任务，正等着我做最终裁决。安宁镇的爆改工程进度快得起飞，巨型童话城堡的尖顶早就拔地而起，彩色玻璃在太阳底下贼拉耀眼。倒数这几天，我索性直接搬进镇里住。镇民一开始对我简直又敬又怕，躲得远远的，毕竟我是那个一口气买断整个镇子的超级神豪。但处久了，大家伙也就慢慢熟络放开了，特别是镇上的那帮小屁孩，谁管你身上有没有100亿，就盯着你兜里有没有棒棒糖。那天下午，我在镇东头的大槐树底下撞见了李奶奶，老人家80多了，孤寡独居，儿女全在外头打工，正哆哆嗦嗦的想把一袋大米死拽上3轮车。我赶紧一个箭步冲上去帮忙搭把手。哎呦，太谢谢了，小伙子，你就是那个季老板吧？啊，奶奶，您直接叫我小季就行。小季啊，听说你要把咱这破地方搞成童话镇，大好事啊！这破地方死气沉沉太久了，年轻人都跑光了，就剩咱们这帮等死的老骨头。等全部弄好，我大孙子就能回来上班了吧？他上次打电话还抱怨，在城里跑外卖，风吹日晒，累得半死。我瞬间失声，因为我压根不敢说实话。等全建好了，我就会立刻下令全部推平。李奶奶根本没察觉到我的僵硬，自顾自的念叨：其实咱们这些半截入土的，哪懂什么童话不童话，就图个孩子们能回来陪陪。逢年过节，一家人凑桌吃口热乎饭，来，逢年尝尝刚熬好的。我双手把碗接过来，糖水甜得发齁，满嘴都是桂花的浓香。好喝不？拼命点头。那就妥了，人这辈子活到头，不就图这么一口甜味吗？那天夜里，我又陷入了梦魇，梦见李奶奶孤零零站在被推成废墟的城堡顶上，端着那碗糖水直勾勾问我：小季啊，咱们的甜味儿呢？吓得直接从床上弹起，满身全是冰凉的冷汗。距离死亡倒计时仅剩最后1天，请宿主锁死任务目标。盯着窗外的惨白月光，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系统简直烂透了。审判的最后1天终于到了，小女孩拉着我的手，在焕然一新的童话镇里狂奔。季叔叔，快看，巨无霸摩天轮！季叔叔，冰淇淋大本营开业了！季叔叔，我爸妈就在那边上班。他兴奋地指着一栋巨型城堡酒店，他爹穿着笔挺制服在迎宾，他妈在餐厅当上了领班，整个安宁镇彻底脱胎换骨。童话度假村直接杀成顶流网红打卡地，每逢周末连个柴房都订不到。镇上300多口子人，超过一半在度假村重新端上了饭碗，打工的年轻人全跑回来了，孩子就近上学，老人看病也有了底。死亡倒计时0点59秒，终极警告：任务失败，立刻执行抹杀程序，请宿主立刻下达全盘摧毁指令。最终我死死捏着手机拨通电话，让蹲守在外的重型拆迁车队全部滚蛋。倒计时直接归0，脑海里爆出一声刺耳长鸣。我异常平静地看着不远处的欢声笑语，看了最后一眼，缓缓闭上眼，静静等待被格式化的最后一刻。但是想象中的死亡根本没有降临，系统的声音竟然再次响起，只是这次却一点也不冰冷，反而带着一种极其少见的柔和感。叮，终极任务完成，隐藏彩蛋彻底解锁，检测到宿主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，将顶级资源用于拯救底层生命困境，
终极结论：宿主在生死线上给冰冷的金钱赋予了生命的重量，完美触发隐藏通关条件，在绝望深渊里守住底线，亲手摸到了人性的光辉。终极神级奖励正在急速空投。我猛地睁开双眼，视野右上角那个催命的倒计时彻底灰飞烟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行闪着微光的全新大字：剩余寿命由你自己说了算。恭喜你，季浪，你彻底自由了。恍惚间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也许这个神秘系统想教我的，压根就不是怎么去败家，而是当手握100亿只剩30天命时，你究竟会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